我有一剑，出鞘即无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叶关突然睁开双眼。此刻他在一处海边，在他身旁躺着一柄剑，剑柄处刻有2个字：行道。这时一道声音突然自四周响起。醒了？叶关连忙说：塔爷，你在我的世界里，这里10年，外界1天。叶关惊愕，那个塔的世界？是。叶关正要说话，小塔轻声说：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。最后的希望？叶关眉头微皱，正要说话，下一刻他似是感受到什么，猛然一惊，修为恢复了。叶关欣喜若狂，小塔说：啊，有兴趣修剑吧？剑修？叶关连忙猛点头：有啊，非常有。剑修啊，这在如今南州可是非常稀有的存在。因为2000多万年前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剑道和武道出现断层，至那之后剑修越来越少，而现在更是少得可怜。整个荒古城数百年来一个剑修都没有。小塔说：那剑道传承已经融入那柄剑内，不过你实力太弱，因此只能一层一层解封。剑？叶关连忙拿起身旁那柄行道剑，然后兴奋说道：太爷，这剑厉害不？行道行道，替卿行道。你握此剑，此生便可不沾因果，不坠轮回，一切法可破，一切道可灭。叶关眨了眨眼，替卿行道，这会不会太逆天了呀？哎，格局小了。叶关愣住。所谓天道，弹指可灭。叶关看着手中的剑，他兴奋无比。小塔说的那些他其实不太懂，他只知道他可以成为剑修了。剑修啊，如今这南州剑修真的是太少太少了，因为剑道方面的传承几乎都消失了，也只有南州的观玄书院和几大超级世家可能有这种剑道方面的传承。若他能够成为剑修，那简直不要太装逼呀。这时小塔突然说：哎，直接修御剑术吧。叶关连忙点头：好的好的。这时一道信息突然进入他识海之中：剑本繁铁，因直拿而通灵，因心而动，因喜而活，因非念而死。御剑之术在于调息、抱元守一，令人剑武灵合一，往复循环，生生不息。片刻之后，叶关盘坐下来开始修炼。在小塔的指点下，他的修炼速度是非常恐怖的。1月后，海边，叶关站在一处石头上，海风袭来，他衣物被吹得鼓起。这时叶关并指一引，起，那柄行道剑突然冲天而起，直入云霄之中。叶关双眼微眯，并指一削，行道剑直接带起一道剑光，撕裂云层。叶关嘴角微掀，并指不断划过场中，行道剑不断带起一道道剑光，自天际纵横交错闪过。许久之后，叶关感觉玄气有些不支，当即停了下来。他兴奋地说：太爷，我成功了。你现在可以离开了，我要休养一段时间。叶关眉头微皱：太爷，你受伤了吗？是，不然也不会一直吸你的玄气了。你得想办法帮我多弄点灵晶来，那种非常极品的。叶关还想问什么，他突然感觉眼前一花，紧接着他已经出现在院落之中了。叶关连忙看向手中，行道剑还在。见到这一幕，叶关又看了一下自己胸围，当发现胸围还在时，他顿时松了一口气。不是做梦，真的不是做梦。似是想到什么，他看了一眼四周，此刻天蒙蒙亮，也就是说，那塔爷没有说假呀。塔内10年，外界1天，
真的太震撼了，一切如梦一般。我有一剑，出鞘即无敌。看着手中的剑，叶关笑了起来，修为不仅恢复，还成为了剑修，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意外之喜。就在这时，一名老者突然自远处走来，叶关连忙收起行道剑。这成为剑修的事情，还是不能告诉别人。之前南州出现过一柄灵剑，然后直接引发一场惨案，无数大族疯狂争夺，最后连关玄书院都加入了其中。自己成为剑修的事情若是暴露出去，那绝对会为他和叶族招来大祸。老者快步走到叶关面前，世子，关玄书院的宋慈导师来了。关玄书院，叶关微微一愣，有些意外，没有多想，他微微点头，好。说完，他和老者朝远处走去。叶族府邸前，一名身着灰色长袍的老者看着面前的少年，眼中带着一丝惋惜，说道：叶关公子，很抱歉，经过我们关玄书院商议，我们最终决定取消你的保送入学资格。眼见这少年叶关，黄古城有史以来最妖孽的天才，当年不过6岁便突破9境肉身至骨，达到先天境；10岁突破先天境，达到神鹰境，修炼出神鹰；16岁突破自身至骨，达到真法境，修炼神法之术。此等天赋，莫说在这荒古城，即便在整个南州，那都是极为罕见的。因此关玄书院直接给出其最高待遇，不用考核，不用测试，可直接加入关玄书院，而且一入院便是由一位仅次院首的高级导师教导。可惜1月前，或许是天妒英才，这位少年修为突然消失，成为了一个普通人。既是普通人，那自然就不可能再获得关玄书院的特殊对待，书院不收庸人。叶关听到宋慈的话时，微微一愣，然后说道：宋慈导师，开学不是还有1个月的时间吗？宋慈微微点头，是。叶关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说：其实我修为。宋慈突然打断他的话：实不相瞒，我们已经将此名额给了李族的李川公子。叶关愣住，李川，李族的一位超级天才。当然1个月前，这位超级天才在他叶关面前只能说很普通。宋慈看着叶关：叶公子，10年一次的武考就要来临，我们书院需要一位天才去为我们争得一个好的名额，从而为我们向总院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。曾经的你自然是最合适的，但现在恕我直言，你现在去书院毫无用处。话虽不好听，但这是事实啊。说完，他伸出右手：叶公子，还请将关玄木牌还给我。叶关笑了笑，说了一声好。他拿出象征关玄书院学生身份的关玄牌递给宋慈。对方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，他自然不可能再舔着脸去祈求。宋慈接过木牌，没有任何废话，直接转身离去。宋慈刚一走，一名有些驼背的叶族弟子突然兴奋地朝族内跑去，边跑还边喊：大长老，世子叶关被取消入学资格了，他被取消入学资格了。叶关一脸无语。突然一名老者从远处大殿内跑了出来，他快速跑到叶关面前：是叶关，大长老使用了长老特权，在祖祠召开了家族大会，让你立即过去。叶关平静说：少罢免我世子之位吗？我有一剑，出鞘即无敌。少罢免我世子之位吗？老者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说：不知。叶关微微点头，然后朝祖祠走去。
叶府祖祠，叶官刚走进来，便见叶族族长叶孝猛地一拍桌子：“哼！罢免叶官，老夫绝不同意！”叶官愣住，他看了一眼祖祠内，此刻一众叶府长老都已经到此了。坐在首位的是叶族族长叶孝，左边下方首位是大长老。这时众人齐齐看向走进来的叶官，皆是神色无比的复杂。好好的天才怎么就变成废材了呢？叶官看着叶孝微微一礼：“族长。”见到叶官，叶孝点了点头，神色柔和了许多。坐。一名侍卫立刻搬上一张凳子。叶官刚一坐下，一旁的大长老突然开口：“族长，叶官现在何德何能，能够成为我叶族世子？”众人看向大长老，大长老直接站了起来，他看着下方坐着的叶官：“我承认，叶官这些年来为家族拼过命，流过血。家族现在有26座灵矿，他叶官功不可没。可是他现在没有任何修为，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普通人。若是继续让他做我叶族的世子，我叶族将成为整个荒古城的笑柄。再者，我叶族世子可不是一个吉祥物，那是要出去为我叶族建功立业的。试问现在的叶官可还有这个能力？”掷地有声。祖祠内一众长老沉默。叶官看了一眼众人，没有说话。他想看看在自己失去实力之后，有多少人对自己是真心的好，又有多少人是会落井下石。人只有在落魄时才能够看清身边的人。当一个人失去荣誉和权力时，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会原形毕露。守卫叶孝脸色铁青：“大长老，你也说叶官对我叶族功不可没，那我问你，他现在刚被官权书院退学，我叶族就立即将他罢免抛弃，此等行为与畜生何异？”说着他看向叶官：“叶官，脱下衣服。”叶官看了一眼叶孝，然后脱下长袍，身上全是伤痕。叶孝冷冷看了一眼四周众人：“他身上共有96道疤痕，这96道疤痕是为何而来？是为我叶族！”两边一众长老看着叶官身上的伤，沉默不语。大长老突然站了起来：“我并未否认叶官对家族的功劳，但是我叶族并非慈善家族，我们是要与各族争利的，而世子那更是我叶族年轻一代的主心骨，那是要带领我叶族子弟去外冲锋陷阵的。你觉得叶官现在适合吗？”这时一旁一名老者突然走了出来，他低声一叹说：“族长，我觉得大长老说的对，叶官确实有功，但是家族不是慈善机构，你有功又如何？我们在座诸位谁没有功？我们需要的是利益，能够为我们家族争取利益的世子。他现在不行，就该下位，把位置让给叶冕。至于他，恕我直言，家族让他在失去修为后还没有取消他的一切待遇，这已经很仁慈了。”叶官看了一眼老者，这是三长老，之前与他关系较为亲近。听到三长老的话，场中一众长老纷纷看向叶孝。叶孝看着大长老：“你是想让你孙子叶冕上位？”大长老面无表情：“叶冕有这个实力。”在得知叶官被退学之后，他知道他的机会来了。如果叶冕成为世子，那么他的地位在叶族也将得到大大的提升。